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尝试提出另一种角度来探讨恩情为什么是不存在的。在上期视频里，我们说到，许多中国父母习惯于强调自己对孩子的恩情体现在为孩子付出了一系列资源或者资本之上，比如供孩子上学，报了各种兴趣班，购买了各种有形或无形的产品，或者是为孩子付出了劳动时间，比如为孩子做饭、做家务。这些付出的共性都是可量化的、独占性和守恒性的。也就是说，一种资本或者劳动时间，要么属于父母，要么属于孩子。父母给了孩子一份，自己就少了一份。由于一个孩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不工作且无法创造财富的，即使这个孩子非常努力，但也不太可能给父母一个可视化、可计算的回报。于是，儿童感到自己从一生下来就是一个不断扩大赤字的黑洞，他感到越来越羞耻和愧疚，感到自己占用了父母太多的资源。于是，他唯一能提供给父母的，就是通过满足父母的期待，从而提供给父母一种情绪价值。那在上期视频里我们也说到了，这种恩情的逻辑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一个人的心智能力的发展而言，最重要的东西并非那些物质的资源或者身体上的照顾，那只能保证一个人的身体能存活下来。然而，单纯身体上的存活，并不等于一个人的人格真正存在。真正重要的资源是父母和孩子之间良好的情感调谐，这种调谐可以使儿童学会如何理解他人，如何构建亲密关系，甚至可以说，一个人的全部心智能力，比如自我效能感、读心的能力、语言表达和情感调谐的能力，都是从这个熔炉中孕育和锻造的，并且可以使当事人终身都受到滋养。这才是最宝贵的无形资源。而这样的一种情感资源，虽然也是父母给予孩子的，但它是非独占的、非守恒的，是可以互相激荡和不断增值的。当我爱一个人的时候，我在表达爱的过程就已经感到某种满足，我并没有因为给了对方某种爱，就觉得我缺了一份爱，反而是感到我更加有爱了。同样的，当我对孩子表达信任和宽容的姿态，而孩子因为我的信任发挥得更好，那么我也会从中更加肯定自己的信任是有价值的。因此，好的教育只能建立在两个主体之间的情感交互上，而不是一个主体对一个客体的单向的灌输。到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那种功能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如何运作的，这当然也可以说是理想状态。而在很多中国家庭里，这种情感的循环和互动是没有建立来的。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在那些情感互动缺失的家庭中，为什么说恩情同样是不存在的，以及父母从孩子身上获得了哪些隐形回报。在视频开始前再说一下，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继续说回今天的主题。首先，我们说在那种恩情的逻辑里，父母给予儿童的资源通常是可视化、可量化的，但其实儿童给予父母的资源也是可量化的，只不过这种给予并非儿童主动和有意识的给予，而是父母把孩子当作功能性的工具，或者利用了儿童的弱势地位进行剥削的结果。当我们把父母从儿童身上获得的东西给量化成金钱，我们会发现这个金额可能是非常高昂的，它的价值是远远超出了父母给儿童购买的产品以及付出的劳动的。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些功能不正常的家庭里，尽管父母强调自己只是单方面的付出和牺牲，期待孩子在未来回报他们的投入，但其实他们从生养孩子中已经获得了很多了，而且这种回报其实早就开始了。如果他们没有孩子，或者因为某种疾病不能生育，那么他们的确不需要为孩子花钱和牺牲，看似节省了很大一笔成本，但是他们的生活是否会变得更好呢？正如我们在去年12月15日的那期讲自我同一性的视频里所说的，机会成本这个概念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论是选择职业还是买房租房，任何选择都有隐性代价，我们需要关注为选择路径的潜在损失。对于许多喜欢讲恩情的父母而言，如果他们没有孩子，他们也不会把省下来的钱拿去发展自己。恰恰相反，
他们之所以会将孩子作为唯一的项目去投入，正是因为他们的人生路径早早就被限制住了。如果他们不去生养孩子，就会损失的更多。从机会成本的角度讲，我们不能说他们对孩子的投入是一种纯粹的牺牲，而更应该说，那是他们在放弃其他人生可能性之后做出的最省力的选择。他们对孩子的投入，并没有放弃什么更高价值的其他选项。那么，他们从孩子身上获得了哪些隐形的好处呢？我想，首先就是儿童的那种无条件的依恋带给父母的情绪体验。婴儿对父母的依恋是无条件的、全然的，甚至可以说是带着情感上的崇拜的。当婴儿看着父母，嘴角上扬，眼神追随，用软糯的声音叫爸爸妈妈，这些行为不仅对儿童有生存意义，也给父母带来了极大的快感。在这个过程中，父母的催产素水平会迅速上升，多巴胺通路被激活，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快乐和亲密感，也是一种及时且连续的情感回报。我们这样说，并非贬低人类所拥有的这种美好的情感，而是在强调养育幼儿、回应儿童的需求，这并不是一种额外和崇高的恩情，也不应该被神圣化为某种牺牲和奉献，而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和基本的伦理规范。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父母不去喂养和照顾孩子，看到婴儿的需求完全无动于衷，那才是违反本能和不自然的，而且也会遭受普遍的非议和社会压力。因为看到一个孩子很可爱，进而想要去照顾和喂养，这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爱这个孩子。我们经常听到一些父母说，孩子小时候还挺可爱的，大了就不好管了，没有小时候可爱了。这恰恰说明了孩子曾经给予过父母大量的情绪价值。然而，一旦孩子有了自己的意志，开始自己探索世界，学习更新鲜的事物，产生了超出身体层面的精神需求时，一些父母就无法再从照顾和喂养中获得满足感，或者他们可能不具备让孩子继续依恋自己的能力，于是感到很失落。然而，真正爱孩子的表现就在于能够超越那种临时和偶然的心情，并且能够持续稳定地促进孩子的自主性和探索能力，这才是真正值得感谢的东西。我们说，许多喜欢讲恩情的父母从孩子身上获得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无意识地将孩子作为自己投射异化自我的容器。当父母经历了某些创伤，体验到了无力、愤怒和被忽视的感受，他不想要这些坏的感觉与自我相关，但自己又无法有效地接纳和整合这些感受，于是这些负面的感受就会成为异己的存在。正如温尼科特所说的，如果婴儿无法在母亲的心智中找到他自己，那么他就只能找到母亲。婴儿只能被迫将父母的心智当作自我的一部分来吸收和内化，但这些被内化的东西归根到底是异己的、异化的，是无法与自我的其他部分链接起来的。于是，当个体长大后，由于异化自我与真实自我紧密交织在一起，层层嵌套和包裹，导致真正的核心冲突很难被当事人意识到，于是他无法明确地区分哪些是真实自我，哪些是异化自我，他会在无意识中将这些异化自我给投射出去、外化出去，并在他人身上看到这些被丢出去的自我。通过这种外化行为，他感到一种满足，感到自我是统一和整合的，但由于这种满足毕竟是暂时的，于是个体就需要不停地运用投射性认同，这常常表现为一种人际关系中的操控。我们在很多喜欢强调恩情的父母身上都能看到这一点。比如一位成长在重男轻女氛围中的女性，从小遭到了父母严重的歧视和贬低，于是当她成为一个母亲，并生下了一个男孩和女孩后，她会经常对自己的女儿充满了挑剔和苛责，比如嫌弃女儿不够勤快和懂事，同时她非常宠爱男孩。这种对女儿的厌恶和不满，很多时候来自一种莫名的冲动。我们说，这是她在成长过程中将那样一个无力、羞耻和被贬低的女性形象内化的结果。她认同了这部分被异化的自我，也认同了那些攻击性的声音，但这种异化自我总是折磨人的，难以忍受的。于是她就让女儿成为了这个异化自我的载体，并且通过贬低、羞辱和控制这个载体，进而感到自己是完满的、成功的、美好的。
他对女儿的攻击和贬低越是深刻，就越说明了他的创伤有多么严重，他被异化的程度有多么深刻。尽管这位母亲不断强调自己为女儿花了多少钱，付出了多少家务上的劳动，并将其折算成市场价格，但她从女儿身上获得的收益其实要比这些多得多。比如，女儿作为承受她创伤体验的容器和出口，不断地听母亲发泄自己的情绪，算是一个全年无休且无偿的倾听者。同时，女儿被迫接受了母亲所投射的那个糟糕的自我，以自己的自我认同被撕裂为代价，使母亲的心理结构不至于崩溃。这相当于单方面的长期承担一个精神分析师的工作。另外，女儿还为母亲提供了身份认同，母亲可以在亲戚、朋友、邻居面前反复讲述自己付出了许多，通过不断强调自己的养育之恩来营造一个无私的形象。这种社会角色的确认和认同是母亲人格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没有孩子，她根本无法构建起自己的牺牲者身份，也难以获得外部的认同和赞许。因此，当母亲用市场价格来衡量自己的付出时，如果我们将这位母亲从孩子身上获得的收益也同样采用市场化的外包处理，那么这将是一个非常高昂的费用，而且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但它显然是远远高出自己的投入的。更为常见的一种情况是父母无意识地将孩子视为缓解死亡焦虑的工具，这在经历过极端环境的群体那里很常见，比如在中国，许多曾经历过战争、饥荒、政治运动的幸存者都会深刻地感受到命运的无常，并为自己的存在可能随时被巨大的力量抹除而感到严重的焦虑。为了回避这种赤裸裸的死亡焦虑，个体很容易发展出一种策略，就是使自己麻木、屏蔽感受，拒绝思考，这样就可以减少自我的独特性，相当于自己把自我给抹除掉，自然也就不用害怕自我被他人给抹除了。这听起来很荒谬，但仔细想想就会非常合理且常见。不过这毕竟是一种消极的自我保护手段，而积极的手段则是生孩子。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的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类拓展自身的方式就是自由自觉的创造，这不是为了生存，而是出于自我表达、自我超越的冲动。人要在对象身上打上自己的印记，从而在自己所创造的对象身上直观自身，进而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是普遍和被承认的，是超越了感性的生灭。比如个人的作品、思想、成就等等，都是这个人存在于世界的痕迹和意义。然而，当一个人经历了创伤事件后，他可能会对体制、制度和整个社会都抱有深刻的不信任，对通过创造、思考、表达等一切高级路径丧失信心，而是转向了一种最低层次的方式来缓解死亡焦虑，就是生殖。他们感到自我的延续和扩展是不稳定的，无法控制的，而只有生孩子这件事是自己可控的。然而，这并不能真正解除焦虑，因为死亡焦虑的本质并不在于肉体的终结，而是一个人精神性存在的湮灭，是一个人对于自己在世界上毫无痕迹和毫无意义的恐惧。这种精神性的存在只能通过主体的创造、演说，将自己的精神外化为现实的作品，比如是写一本书、建立一个模型，还是做一个视频，或者写一篇文章，或者与他人有真实的情感链接和碰撞。他感到自己与他者真的互相看见了彼此。而用生孩子这种肉体的方式并不能自动解决这一切，因为孩子是另一个人，他总会产生自己的信念，表现出脱离控制的倾向。一旦孩子变得渐渐不像自己，当事人就会感到自己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于是，试图通过生孩子来缓解对死亡和孤独的焦虑，就会不可避免地指向了对孩子更多的控制和干预。因此，如果从金钱的投资的角度，父母给孩子的投资确实是需要很久才能获得回报的。但如果从心理的角度，那么孩子给父母的回报许多时候都是及时发生的，甚至是孩子无法拒绝的。
孩子无偿和无意识地承担了父母所缺失的心理功能，其代价则是自我的不完整和碎片化。因此，我们说在不健康的家庭里，孩子从来都不是单向地接受父母的爱和资源的，而是长期作为一个工具人而存在。当父母认为自己的孩子缺乏责任感时，他们可能忽视了自己的孩子可能早就开始承担着比父母给予他们的物质养育还要沉重许多的压力和责任。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